们可以都不要看我吗？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那今天呢，我想来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在美国念社区大学，然后转学到4年大学中间的一些过程跟经验的分享的。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就是觉得哦，什么是社区大学？来美国念书，如果是念大学的话，有2种选择。第一种就是念社区大学，第二种就是直接去4年的大学。念社区大学的话，就是你一样考多益或是托福，那它的成绩的标准可能不会那么的高。进了社区大学之后，你把你大1、大2的课跟学分给修完之后，你可以选择就是转学到4年制的大学，然后在那边念完你的大3跟大4，然后毕业的时候你是跟大家一起拿一样的学位。个人那时候以前来的时候也都是自己慢慢的摸索，那我就想如果有这个影片能够帮助到一些有这个想法想要来美国念书，或是你已经在这里，但是还是对很多事情很困惑的话，希望会对很多人有这么一些帮助。对，那今天呢，我邀请了一些我的朋友去大学念完之后一起转学，但是我们都转到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念的的主科也都不一样。那我先想邀请他们一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的经验。好，好，这样好 ，OK。好，那这些呢，就是我今天邀请到的朋友，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一起在 De Anza College。那这个社区大学是在北加州靠近旧金山的地方。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 PT， 然后我转学去到了 UC San Diego， 然后我读的专业是经济 department 下面的 management science。大家好，我是 Cassandra， 我转学到了 UC Davis， 然后我读的是 chemical engineering 化学工程。大家好，我是 Cynthia， 那我转学去UC Berkeley， 然后我念的是经济系。大家好，我是 KC， 我转去 San Jose State， 然后我是 hospitality major。我是威廉，我转去 UC Santa Cruz， 然后我是 computer science。我们念的有文科有理科，所以希望今天的经验分享可以对大家有点帮助。优点跟缺点，我觉得优点就是社区大学的课堂的规模相对比较小，跟老师的互动可以比较多一些。刚来这边念书的同学能够比较好的去适应，去跟老师沟通。如果说你转到 UC 的时候，其实你很少有机会接触到 professor， 所以你说你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去老师的 office 或者。实际一点的话，就是学费比较便宜。社区大学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托福啊，还有多益之类的，它跟正规的那种4年制的大学的那个分数的要求比的话，应该差不多1半吧。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刚刚来美国，然后你想你的英文可能还没有到很好，先念社区大学的话，你比较容易去融入这边的环境，会比你直接去4年的大学还有一个缓冲。缺点，你在享受小班教学，里面靠去社区大学，所以它相对4年制的大学来说，它的学校的资源没有那么多，你就会比较少了一些去实习的机会啊。Company representative 交流的机会 ，career fair 或者 internship fair， 或者都会有一些大公司去做 info section， 因为这边暑假都蛮长时间，大概3个月，你就可以去做一下实习，就拿到一些工作经验。它的缺点应该是就是衔接上面的问题。如果在De Anza过得太安逸的话，这样过去那边衔接会很辛苦。然后我觉得还很大的一点是，大家可能对美国的大学都会有印象，就是来这边然后就会party 啊，然后就是狂欢什么。但是在社区大学，其实我们都没有那样子的经验，就不是有你玩4年的。那接下来呢，我想要问一下有关语言的问题。那相信大家可能都会有一种担忧，就是来这边可能不会讲英文啊，或是英文不够好。那我想要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就是怎么去调试这个问题，跟克服语言上面的障碍。那我个人呢，就是尽量去交各式各样不一样的朋友，可能他们不会讲中文，或是不太会讲，就是你逼你自己去用英文去沟通，去交朋友。自己讲英文的话，最快的方法其实就是找工作啦。像学校里面，他都会有一些 part time 打工，那你一定要去沟通的话，你一定要去说，就一定会训练你自己的英文。不要急，慢慢来，总是会可以的。那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不要怕人家去笑你，就算你发音不准，或者你语法上面用错，或者怎么样，你要说出来，你才知道哦，原来你自己错了。身边的人就会跟你说，哦，提醒你其实是这样发音，或者其实应该这样子讲，不然的话你一直憋在心里，或者一直自己跟自己讲，你永远听不出错误的地方。下一个问题呢，就是这边有没有人上过语言学校？觉得假如你没有时间或者来不及准备就
可以先来上一下语言学校。它的优点就是语言学校的很多成绩还有证书都是被很多社区大学承认的。它的缺点我觉得就是费一来比较贵，它按每个月这样子去算。如果你语言水平比较差的话，你可能要上很久，看大家自己的经济状况还有实际情况来衡量。如果你真的很想来的话，你就直接努力的去念托福，或是来这边念暑假的课程，就可以跳掉语言学校的那一块。这在社区大学也已经是有 ESL 的课程，大家可能也不需要再去上语言学校。那下一个就是，他到底来美国念书需不需要买车？个人需求，我也是觉得看个人需求。其实如果你住在学校附近的话，学校的公车你用学生卡就可以坐了。其实主要也是看你自己周边环境，因为每一间社区大学附近的交通都不太一样。买车，比如说你搭公车可能要搭2个小时，住远一点的话，房租比较便宜，你一定要开车上学，那你才需要买车。有需要的话再买。我可以建议先考驾照，没有关系。现在就进到我们主修上面的问题。最大的挑战在社区大学，你如果要转学出去，应该就是因为你有 GPA 的压力，你一定会想要尽量保持你的 GPA 全部都是 A， 然后最好都不要有 B， 但是这不太可能，因为你像我的话，自己Science Major， 我们里面最难的应该就是物理啊，感觉最重要的就是保持 GPA 吧。但是看你是文科还是理科，科生的话稍微比较辛苦一点，因为每个4年制的大学都有它规定的，你转学进去之前要上完的课。理科生比较难，是因为难在如果你想要2年之内的话，你课一定要排得很好，你可能暑假也要上课这样。所以其实是看你自己的专业，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看你自己本身的情况，还有你想要在这边待多久再转出去。但是建议大家2年之内要转出去，可是这样就相对来说比较辛苦一点。可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的话，那可以就是找一个适合自己的 pace 去做这些事情。Science Major 的话，其实2年到3年转学的很多，毕竟你没有办法同时上生物、化学、物理、数学，workload 太重了。我觉得最难的是排课，每一个主修他们都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课要上，或是不一样的难度。那难就难在你要怎么去安排你这2年到3年之间课外活动啊，或是你有想要上的课，你想要做的事情，把它全部塞在你的那个 schedule 上面。可能你要去找很多的学校的 counselor 或是你的朋友问一下，然后排出最适合你自己的 schedule。然后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学校的 counselor 他们会很容易会帮助你，但是你一定要自己查过，然后你一定要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你要自己很清楚说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跟你需要什么，很主动的去寻找帮助。下一个，你们要怎么选你要转学的学校 ？Google， 看你自己人生的规划。如果你是想说读完4年大学本科之后直接读研究生的话，其实你本科的学校没有那么重要，反正之后都是继续要读的嘛。你之后找工作也是拿你最高的学历去，所以本科没有那么重要。我觉得还是 Google 啦，就是你自己去找你自己那个专业最好的那个学校。我觉得不要看 overall 的那个 ranking，而是要看他学校有在那个专业上面投放多少资源。你要选学校，你就不应该只看 ranking， 你应该要看那个 program 到底实质上对你的帮助大不大，可不可以学到东西，这个学校出去找到工作的机会有多少？不一定你一定要去 Berkeley 或者是去 LA， 你才会有好的工作。重点是有些学校是走比较 practical， 有些走 theoretical。是加州大学跟加州州立大学的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实用性吧。加州大学比较注重的是理论上面的东西，那加州州立大学的话，比较是很实用的一些课，对，比较操作性的。多跟一些就是前辈或者已经转了学的朋友多一点保持联系，这样子你就大概知道那一间转去的学校他们的学习啊或者生活是怎么样。那讲到氛围的话，各个学校不一样的一个 vibe。来哦 ，Santa Cruz 就国家公园的。哦，对 ，Santa Cruz 里面就是很像一个森林，一个在深山里，大家都在国家公园里面读书的感觉，然后图书馆永远都是爆满的。我们学校是在市中心的，which means 就是比较乱，就是我们学校也不大，可是就是人还蛮多的，旁边有很多吃饭的地方。那 Berkeley 的话，就是你身边人都很聪明，所以你压力会比较大，因为你要跟很多人竞争，你会更有动力去激励自己去去看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你看着别人在复习，你就知道自己应该去复习，对吧？学校是很 liberal 的一个学校，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社会的
社会面小社会的很多不一样的思想跟想法。Davis 有很多牛，对，可以挤牛。我觉得 Davis 的话，其实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如果把那个学校拿走的话，其实那个城市没有多少人，相对没有 Berkeley 或者 Southside 那么热闹吧。是你需要的东西，其实那附近都有，给你一个比较，我是觉得比较一个安稳的环境去学习。以上几位都是在北加的学校，因为以前前2年在联想读的是在北加，我对南加是充满一些就是想要去了解、去探索。而且我很喜欢圣地亚哥，因为我喜欢海洋，那边相对来说比较chill。圣地亚哥环境是挺不错的。当你学习压力很大的时候，你可能走大概10分钟，你就可以去到海边，去冲浪，可以去海边。比基尼正妹。对，这样子。圣地亚哥学术氛围也是很好、很不错的。唯一可能有一点点不足的是找工作啊之类的，很多机会都集中在北加或者在洛杉矶这样。接下来呢，我想就是大家可以给一点我们的自己过来人的经验。第一点就是自己对自己要自律的能力要提高，然后自己的生活习惯要养好。来到这边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还有金钱。我是觉得，因为这边其实有很多免费的资源是我们留学生也可以利用的，所以你要多去问一下，利用这些免费的有限的资源，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充实，或者得到一些很好的帮助，像学校 tutor 或者免费报税之类的。我是觉得大家可能对留学生会有一点刻板的印象，就是可能他们很挥霍啊或什么。但是既然你决定了，不管你来的原因是什么，你要知道你自己到底来这边的目的是什么，未来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好好的去计划，好好的去实行，这样你才能让你在这边的时间就是做最大的发挥吧。请不要作弊，在这边作弊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绝对不要有那种很苟且的心态。一旦被抓到，这件事情在美国是会非常就没有学校念了。大家一定要就是 double check 你的 information， 不管你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从哪里听到的 information， 你一定要去再次确认。因为不是你朋友说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每个人的 case 跟状况都不太一样。那接下来呢，分享一些资源是你可以去利用的。那第一个的话，我觉得就是 Google 一定要去 verify 说它的真实性是什么。如果你要选课的话，就是 Rate My Professor， 网址在这里。Rate My Professor 是一个很多学生会上网去评这个老师，会给一些他上课风格啊，或是他的作业的一些评分的方式什么，那你就可以依照说这是不是你自己的学习方式的。不过要看清楚，不是说看分数看完了以后，然后就我要这个老师了，然后其实那个老师其实都是教那个很简单的代数，然后他是 A， 然后全部教到 calculus 的时候，教到微积分的时候，全部都是 C。Khan Academy 还有或者 YouTube， 因为有很多像 Stanford 或者 MIT 会有公开课抛在上面。我高中是没有上过任何数学课，我连平方什么我都不知道。这时候就是上网看一些影片或是一些免费的资源，就会对你来说是非常有用的。或者看看学校有没有 tutor 免费的 tutor， 就1对1的，这样会给你更好的帮助。学校的网站上面也有很多资源，就大家有空可以去探索一下。加入一个 club 什么的，也可以多去交一些朋友，也多一点东西写进你转学的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基本上就是你要很主动的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没有人会主动说这些全部资源来，全部给你这样。人生的路是要自己走的。心态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才20几岁，可是时间过去就是过去，你再回头你也回不去。然后你等到30岁再从头再读书的话，我是觉得相对难。今天就是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提供这些资讯对你会有一点帮助。那如果还是有更多问题的话，就可以问他，可以提出来。那我们就真的很想要就是帮到就是有需要这些 information 的人。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真的快冷死了，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社区大学，然后我们快冷死了，所以我们要拜拜，下次见，拜拜。如果喜欢这个 video， 请按订阅还有赞。If you like this video, please subscribe and like. 如果你喜歡這個 video，like and subscribe， 很難嗎？如果你中意呢個 video， 記得 subscribe 同埋記得撳個讚啊，耶！係咪係啦？係啊，係啊。